Hi, Assalamualaikum. Welcome to my channel. This is not your channel. Assalamualaikum. Welcome to my channel. My name is Oliver. I'm English lover, but also Muslim river, and now I'm in the Shah Masjid. I have been converted to Islam about 5 or 6 years. Masterchen is my Chinese name, and I will just give the name of my channel and this with at the end of this video. So yes. Assalamualaikum. Apa kabar? Apa kabar? Saya nama Abdul. Aku mualaf. Senang bertemu dengan kalian. 我来自天津，我今年26岁了。从我上大学大4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当时有一天我第一次去那个实验室里面，我就看有个比较奇怪的人，他就是个儿比较小，长得比较黑，然后呢，所有人都冲着他说英语。我当时觉得那个人就特别像咱们这边这个南方的人，你知道吗？我就挺好奇的，然后我就趁四下没人的时候，我就过去就问他，我就拿汉语跟他说，我看他能不能听得懂。结果我跟他说半天，他就特别疑惑，然后最后他挤了半天挤出4个字，他说我不会说中文，就这4个字。后来我们俩就总去那就熟了。就是有一次我看他，反正他就是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关于那个，都是吃饭的地方都是带那标志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穆斯林吗？然后他说对，我是穆斯林。然后就这样就聊嘛，越来越聊越熟。后来我当时有一个困惑，就是我那个大学快毕业了，但是我那驾照没考下来。然后那个考驾照的地方在我们学校旁边，但我家离学校其实挺远的，所以我就过来吐槽，我说哎呀，你看我这还得考驾照。然后我这马上也离开这个学校，家离这挺远的，没想到他就真给我解决了，他就跟我说没事，那你就跟我住一块儿。后来我就跟他住一块儿，后来我就跟他住一块儿，他就晚上有的时候就他礼拜呀，或者晚上有时候他读古兰经什么的，然后他就给我讲讲啊，就这样。就时间一长呢，我就对这个教门也有点浅层次的了解。后来赶上就是我们毕业嘛，就是6月份的时候，然后那阵儿是斋月，正好跟他也封了半个月的斋，但是说是封斋，但是封的比较水，就是因为不吃饭还行，但是不喝水其实挺难受，所以我基本上这过程中就是饭能不吃，但是还是得喝点水。后来呢，我就驾照也考下来了，在这考驾照这过程中也有一个比较，就是对于我后续归信伊斯兰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当时因为考驾照，我这人手比较笨，所以我就考了很久也没有考下来，科2折了好几次。后来我就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我就前几天我就做噩梦，就是我每次就是一做梦，就是科2刚一起步，现在播报考试结果，你的考试结果为不合格。哎，每次一做梦就这个，哎，就给我愁的不行。我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把我这个愁事跟他说。就是他说没事，他就说我周5时候给你做祈祷。这里面我再给大伙插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时候都知道他周5要去礼拜，至于他周5去礼拜干什么不知道，就是知道他要去礼拜，然后知道他要去祈祷，就知道这么个事儿。所以呢，大伙儿就会在周5他祈祷之前就写小纸条，把自己的愿望都写下来，比如说哎呀，我今年要顺利毕业啊，要这个要把实验做成功。啊，今年我要找到这个心仪的另一半啊！我今年要跟我女朋友结婚，大概这样。然后趁他走之前，大家就盯着表，然后提醒他，哎，那个他叫哈迪耶杜莫，然后就提醒他说，哎，哈迪你该去了，该去了。然后大家就趁他走之前，然后把纸条揣到他的兜里，然后他每次就揣着满满的一口袋的纸条，然后去清真寺里面，然后再插回来我这故事里，就是他跟我说没事，后来我周5的时候我去给你祈祷一下。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去考试去了，然后就只干着了，汉德里了，我就把这考试给过了。但是比较神奇一件事就是，等我回来以后，就是我不知道穆斯林家庭或者说回族家庭是什么样，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如果你要是就是没有信仰的这些家庭呢，你回去以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去考试，回来家人就会把你围住，如果马上能知道成绩，就问你，哎，怎么样，考得怎么样，考过了没有？啊，考了多少分？如果要是不能马上知道成绩，他至少也要问你，哎，怎么样？你感觉发挥怎么样？他就会这样。但是我这个朋友很神奇，很让我很奇怪一点，就是我回去他跟没事人似的啊，回来了啊，走吃饭去了，然后就吃完饭只字不提这事儿。就在晚上他读完古兰经以后，我实在是很疑惑，我绷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就不好奇我
这个考试过没过嘛？他当时没回答我这问题，他又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你就不好奇我给你祈祷了吗？”我说：“你祈祷什么？还能祈祷什么？你祈祷我赶紧把考试过了。”他说：“不是，他说我祈祷让真主给你最好的结果。”哎呀，我当时一听这话，虽然我也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感觉这有信仰的人是跟没有信仰人不一样。但是我现在有点参悟了，我说最好的，当时我在想，最好的结果不就是我考试过了，顺利的拿到驾照，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但是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新闻，也是，就是之前有一个人，就是他考驾照，他因为当时可能管得比较松，他呢为了把这考试过了呢，他就是好像掏了点钱吧，去给那个考官什么的，可能送个礼。当时好像找了个替考的人给他替他考过去了。后来他就是有一次遇见一个紧急的事故，他把这个刹车给踩成油门了，结果最后车毁人亡。我就一下子参悟这事儿了，他本身驾驶技术不合格，因为他想一些歪门邪道把这考试过了，但是因为他过了这个考试，最后导致他车毁人亡。那对他来说，过这驾照还是最好的结果。结果当时那一刻我想来了，就是你不管你得到的什么结果，只要你去努力，你就会相信真主给你的，无论是过与不过，无论是怎么样，都是最好的结果。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想到要回信，只是又很感动，莫名的感动。等我回了家以后，就又回到，就是驾照也考下来了，毕业也毕业了，我就没有道理由了。他也该回国了，我也该回家了。然后我就回家，我又回到原来那状态，就是事而不情真的东西，找工作，然后也不太顺利，那阵儿也没太仔细找，所以就没找着。后来我爸我妈呢身边有一些朋友吧，就是都考那个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叫法律执业资格证。他说：“哎呀，你当律师挺好的，看你平时挺喜欢说话。”然后我就去考这试，这试特别难度，我觉得挺大的，而且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从来没考过这试呢，我就去学，从一点点学。但是就是这个考试，因为我从来没学过，所以我就必须得每天一天基本上早上6点多就得起，然后就一直看到晚上10点，中午可能就简单吃2口，就这样。但是1天2天还行，但是时间长了，你就坚持不住了。你就有时候可能一天，哎呀，一起来9、10点钟了，然后这一天你就很懊悔，你也学不进去。你一看书就，哎呀，今天怎么起这么晚呢？这能考得过吗？脑里都想这些事儿，你很忧愁。那你忧愁你怎么发泄？又没有发泄的口，就那时候我还爱喝酒，借酒消愁呗，就这样。然后你喝完酒以后，你就头又晕呢，头晕你早上起来更不好起了。你越不好起，你越忧愁，越忧愁越借酒消愁，然后就成个死循环了。忽然有一天，我就很懊悔，我忽然想起，我说我好像之前跟我那印尼朋友住一块儿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的呀，那我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我还能不能回到原来那状态呢？然后就赶上我学习的那个地方呢，旁边有一个清真餐馆，我就每天坚持去清真餐馆去吃饭。然后从那儿开始就开始在手机上就开始搜这个关于教门相关的一些知识啊什么的，哎呀，就越了解就越对这感兴趣。哎呀，刚开始就是搜一些常识，为什么不吃猪肉啊？为什么不喝酒啊？后来我想印尼礼拜念词啊，我开始念，开始读。哎呀，后来就晚上的时候必须都得听着《古兰经》入睡，就这种程度。后来那天就赶上斋月，我自己整封了1个月的斋。那段时间是怎么封的？因为我爸我妈不封斋，我就等早晨他们起床之前，我呢提前买点饼干啊，买点面包啊什么的，然后就吃2口，然后趁他们睡醒之前，我呢就他们吃饭之前，在他们吃早饭之前，我就去图书馆要去学习，等晚上开了斋我们再回去，然后就这样整整坚持了1个斋月。后来就坚持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以后，哎，我说好像周5日也去清真寺。但是其实心里特别的殚精竭虑，我当时真的是抱着一句话，就是抱着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就觉得人这能不能进呢？是不是进都得查身份证？后来一进去人一看，哎呦，不是回族，拿大条给赶出来。我当时就琢磨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真是抱着，我真不跟你开玩笑，真是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去的。我一进去，我当时还怕显得太外行。我专门在手机上查，我看这有个好像有个洗的地儿哦，然后还有个大殿哦，大殿里挂着牌子，
我家在不到1公里就是一个清真寺，那清真寺特别小，只能容下20人。但我一进去我就傻眼了，跟你在网上搜那些视频就不一样。我在那愣半天，后来那个寺里主任出来了，小伙子是来礼拜，我说来礼拜，来进来，然后就跟我那聊，哎呀哪儿的呀？这么小来这个清真寺，哎呀这好啊，质感。他说什么？其实我也听不懂他说啥，你知道吧？其实我当时去清真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听说呀，这个穆斯林或者这个回族，他这个入场以后得土葬，但是这个汉族汉民他得火葬。我当时也学了一些，我这个火葬好像要下火狱，我当时就很忧愁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听说这问题怎么破呢？怎么解决呢？就是你去领个皈依证，这事儿就解决了。我去清真寺，当然是想问他领皈依证的事儿。哎呀，他就跟我一直扯前篇儿，我就就是也不给我说话机会，一直在那说。后来我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红，其实我来还有目的，我想办皈依证。我说完这句话的同时，那阿红那眼神啊，就这样，大概得坚持了也没有1分钟，也有半分钟。哎，给个特写啊，开玩笑。然后那阿红就愣了半天，后来就说一声：“哎呀，小伙子，你来礼拜，我们特欢迎。但是这真给你办不了，你要办这你爸你妈过来，然后那个一块签字，我们才能给你办。我爸我妈这么忙，而且这事儿他根本他们就不可能来。哎，所以我很长时间我都很忧愁，我就总在想，大伙儿都是一块礼拜，然后尤其是到就是送买祭，其实我就尤为的悲痛，因为我觉得你看大伙儿都是一块礼拜，你看人家这个有这么多人给站着拿在，然后能这个土葬，我在这跟人8里这么半天拜，结果最后我一把火给我烧了，我当时忧愁了很久。后来就有一次，我也是跟我认识一个朋友，我就跟他吐槽这事儿。他说：“哎呀，你说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这混了什么，我都我现在很忧愁，我都没有动力了。”然后我朋友说：“啊，哎呀，你跟我说呀。”他说：“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入教，你跟阿红说，阿红可愿意给办了。行，我一跟你说，我跟那阿红说也行。”跟那个阿红说完以后，那个阿红特愿意，一听这还特好，当时给我办的时候，那阿红还讲，哎呀，真好，还给我讲什么受等待伊玛尼，哎呀，怎么着这个这吉庆什么的不容易啊，他讲了好多，后来给办了。结果还有一个考验，就是我办完这证，第2天我奶奶就无常了。我奶奶无常以后，我就又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因为你去那儿，你得披麻戴孝吧，你得跪吧。我说，你看我刚领完证，你说好像这不是不太合适啊？去那儿又是扣又是跪的。好在一点就是他们这里的，我爸比较开明，跟我爸说，我说你看爸，我这不能跪扣。我爸说，嗨，没事，那都是形式，不行，到时候你就去那儿，你自己你就别弄，你自己看着形式就完。结果。我去那正好有一个，我们家族有一个人，他不信伊斯兰教，但是他信天主教。他们天主教呢也是不能披麻戴孝，然后也是不能跪。然后我呢就他站那儿，他说我不能那什么，我就站在后面，我也不能。然后我们俩就都在那儿不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家，因为我爸爸是老2，但是我大爷没有孩子，在汉文化里面呢，长孙必须得有一个角色，等把这人烧完以后，到墓地的时候，有一个流程是你要到那儿围着那个坟地得转圈儿，哎，说什么开天门、开地门什么的，说这个。后来他们说你这开天门、开地门，我就在那念了，我就这3句，来一龙了，我就在那念这个。后来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你转完3圈，你得跪那儿。我说我真有讲了，然后转完3圈以后，他说跪，我怕我蹲那儿，他以为我没听见，你知道吗？他还说跪，他一看我还蹲那儿，然后这时候呢，就他们该掏钱了，他一掏钱，我试试我就给站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谢谢，我这给站起来，然后这事儿就给过去了。后来来北京了，其实刚开始父母也不太理解。他就是对于他觉得伊斯兰好像不属于，就觉得你这个家庭不应该信仰伊斯兰，但后来
可能他们也是觉得我在这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坚韧，更加的这个努力上进，慢慢的可能也就理解了这方面。所以有时候也在问我，哎，这事儿，这个伊斯兰怎么说的啊？这样有时候也讲一讲，我把酒也戒了。那你父母有受你的影响，开始了解伊斯兰一些？他们刚开始特别反感啊，他们觉得很麻烦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以后还能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吗？以后给你带孩子怎么办？他就会想很多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些事情，他们开始理解了。后来我居然发现，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爸跟我说，哎呀，你说天天咱在一块儿吃饭，我在单位吃饭，我都觉得那饭的味道不对了，我已经吃不惯了。然后我妈跟我说，你看你爸现在在家要求我们天天做清真的，必须得这样。你要相信，这个一定不是只是说从民族的角度说这个吃这个是什么，它一定是一个给你传递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哎，是吧？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آمين 做好主念上岸，我们一起在今世努力的奋斗，一起努力的学习教门知识，因善了求助能够让我们在天愿还能再次相见。谢谢。你要来两句吗？那来聊两句啥？来两句啥？你都。擦下嘴巴吧，油油的。作为子晨的女朋友，未来的妻子，你觉得她怎么样？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我认为子晨是一个信仰非常坚定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跟子晨交往之后，我离安拉更近了一步。子晨说过一句话，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检验他的标准就是安拉会不会喜悦我做的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我做了这件事情，安拉会喜悦我吗？然后每次当我想起子晨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感赞安拉，无限的感赞安拉，安拉他给我的要比我想要的要好得多。非常感谢。Very good。要不再来个别的？不用了。